大家好，我是 David，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花了大概5个月的时间，简单实现了 Threads Web 的大部分功能。主要的记录站是基于 React、TypeScript、Next.js，还有 MongoDB。也有部分的组件使用了 StyleX。我会大致制作20期视频来详细的分享其中的技术细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是第一期，主要的内容是做项目的功能介绍。Threads的 Web 端看似功能模块不多，但是依然十分复杂。我在实现的过程中，本着简单的模块是必须要实现，复杂的模块选择性实现。有些模块，有些组件也是从 Threads Web 的 source code 当中不断的锻炼出来的。以下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对于 Threads Web 实现的一个情况。这里我生成了2个账户，一个是 Test One，另外一个是 Test Two。之所以要实现2个账号，其中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为了方便展示在 Threads 当中不同用户之间的关注啊，以及拉黑，还有对于帖子的一些操作。首先 Threads 的它的那个在 Web 端的主要功能的话，其实是跟它的导航栏上面的这模块是相关的。其中首先的话是首页，然后还有一个搜索，呃，中间的 icon 是用来发布创文的，还有一个是站内的通知，另外一个是自己的主页。呃，首先我会从个人主页这个模块来进行展示。首页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其中一个功能是编辑个人信息的。这里在 Threads 可以编辑的内容的话，有自己的那个头像，也可以移除头像，还有自己的签名，还有自己的个人主页的链接，还有可以是否将自己的账户设置成私密账户。如果说是私密账户的话，呃，别当你的账户是私密账户的时候，别人要对你的只有对你进行关注过，也就是说，只有你的粉丝的话才能关注你的主页。这里对链接进行一个限制，必须要是正确的那个链接地址。下面我会发布第一篇创文。它的创文的话，目前其实在 Threads 的原版的里面的话有很多的模块。首先可以添加图片，还有添加这个它这里的标记应该就是呃标签吧。还有一个就是添加投票，添加投票这个功能目前正在开发当中。这个我演示一下。还有就是在 Threads 发布创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户，这里也是实现了。然后还有超链接，添加视频。
Threads 它的一个产品上一个最大的功能点跟Twitter 不一样的话，它在发布帖子的时候可以添加串文。就你的串文，其实我不太理解 Threads 的产品经理是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它在我分析 Threads 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这里所谓的串文就是你可以发布多个帖子，然后其中后面的帖子其实是对前面帖子的回复。那我发个点发布。反正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发布的这个帖子已经发布成功了。然后当帖子发布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对帖子进行再次编辑。你看我刚才编辑的内容已经生效了，这里会显示一个已经编辑过的一个提示，然后也可以把它置顶到主页。这里我再再发布一条帖子来展示一下那个置顶到主页的那个功能。其实你呃发发在编辑帖子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对发帖的那个文本内容进行了一个字数限制，最多只能够输入500个字符。当超过之后呢，它这里的发布是指挥了的，然后可以针对帖子进行权限控制。这里控制的话，它原来是可以呃可以针对3种权限，一种是任何人，还有你关注的主页，还有一个是仅限提及。针对仅限提及，我为什么没有做？是因为我在 Threads 当中用2个账号去模拟这种关系的时候，发现，我在帖子里面 at 到另外一个用户之后呢，另外一个用户他并不能收到这个 at 的这个呃提示，所以我这一块我就没有做。然后现在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另外后面发布的一条帖子，现在我把它置顶。然后除了帖子有置顶，还有编辑，还有一个就是隐藏它分享的这相关的数据。这一块设计我可能是 Threads 考虑到隐私相关的。你看这里我把它设置为隐藏之后呢，别人是看不到这个点赞数的。现在我把它取消隐藏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点赞数了。还有一个就是放弃串文，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了一些内容之后，你点那个空白处的话，它会有一个提示，是否要放弃串文。点放弃之后，你之前输入的内容就会消失了。除了这些呢，还有对帖子的回复。帖子的回复其实也跟刚才添加串文是一个意思，就是也就是回复。另外的话还有转发，还有一个引用。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帖子的删除，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如果是你的帖子的话，其实是可以删除的。也除了在发布的时候可以控制谁可以回复之外，也可以对单独的帖子进行编辑控制。我现在把一条帖子删除了。我刚才新建另外一个 test2的那个账户，现在的话我们两个之间进行互相关注，演示这个互相关注功能。
因为这里的话我没有用到那个 WebSocket，呃，所以当有新的消息通知进来的话，你必须要刷新页面才能看到这个红点，那你就有刚才那个红点，有刚才那个 Test One 关注的一个消息，然后你可以回本。另外一点，我想演示的就是，当你的账户，现在如果我取消关注，刚才的那条消息就没有了。现在我把个人的主页设置为私密主页，私密主页的话，对方关注你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现在我再关注，你看这里的话就出现了一个确认关注的一个内容，现在点确认。这里出现了一个 bug，就是其实点这个应该是会下拉刷新的一个，就类似于首页这样的一个，这里也是出了 bug。我现在对刚才 Test One 发布的这个帖子进行点赞，然后这里刚才其实也是能收到消息的，也能够看到。现在我演示一下搜索功能，搜索功能的话，Threads 它原本的功能的话是可以除了搜索用户之外呢，也可以去呃搜索用户，还有搜索帖子。这里的推荐用户这里为什么没有 Test 二呢？因为 Test 二他自己把自己的账户设置成了私密主页，那我现在把它取消掉的话，这里其实是能够展示出 Test 二的用户的。让我搜索一下，这里看到就能够看到刚才那个发布的这个创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细致的功能，就是也可以切换当前的主题色。这里其实跟 Threads 它自己做就有点出入了，因为我当时实现的话，它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切换的这个功能，其实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其实它最早的这个版本的话，没有这个可以选择，后面它做出来这个，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交互不是很好实现，所以我暂时先搁置。也还有你点赞过的内容。其实，在整个 Threads 的那个产品逻辑里面，最为复杂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关于帖子的展示。它在这个帖子的展示里面，嗯，有一块逻辑其实是挺复杂的，就是什么时候 Threads 的这个 line 它是直线，什么时候它是那个带有struggle 就是曲线，其实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我在第二条第二个帖子之间再回复一次，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条帖子和这条帖子之间，它的由直线变成一条弯弯曲曲的一条曲线，为什么？因为它的判定的逻辑是这样，就是你的回复的这个帖子和你回复的你回复的这个帖子之下，除了你回复完的帖子之外，还有其他的帖子，它就会这里的这个直线就会变成曲线。这里我给看，下面演示首页的关注与关注用户的帖子。现在我在 Test 2账户上再发布一条帖子，然后看到刚才你关注过的用户的帖子就会展示在这里，然后也可以隐藏，也可以撤销，然后也可以然后这里还可以对你关注过的用户取消关注。取消关注的话，当你取消关注之后，这里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按钮会变黑，把它可以拉黑用户。所以我先拉黑用户，拉黑之后，拉黑用户之后，所有关联这个用户的这个动态都会消失，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推荐的这个 timeline 的里面看到你拉黑过或者被你拉黑的这个用户的帖子。你搜索其实也是搜索不到，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路由访问。对，通过路由访问的话，其实也是访问不到的。那个话我取消拉黑，取消拉黑之后，原本的这个关系就解除了。你可以看到之前他发给你的一些动态。下面看一下我项目的那个代码情况。这里是Next.js 的那个项目的代码的组织结构。呃，这个 model 的话，就是整个现在目前项目的呃模块有动态，这个是动态，然后这个是健全相关的，然后还有隐藏点，这是点赞，这个是目前正在开发的这个投票相关的，然后帖子，这其实最为复杂的这个模块的话，就是这个 post 相关的一些逻辑，然后还有引用，这也是关于还有 Redis 相关的，这也是转发还有上传相关的，这也是跟用户相关的，还有用户关系相关的，在不同用户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话有呃 blocking，因为就是拉黑，关注，还有正在关注，就是当你关注的用户是一个隐秘账户的话，他的状态其实是 outgoing request，restricting 的限制，而 muting 是不看。这里我只做简单的介绍，后续我会在后期的视频当中，对于每一个模块的一些实现逻辑的话，都会做详细的讲解。下面看一下前端相关的代码结构。前端的整个模块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里的组织的话有 component，这一级的 component 就是跟业务关联程度比较低的一些基础组件，这里有
有 animated scroll error，就是这里的这个滑动的这个组件。这个组件的话，就是直接通过对 Threads Web 的混淆过的代码之后，把它抠出来的。还有这个 Hannibal Component，就是类似于一个虚拟滚动的一个组件，它是利用到了这个 API，就 Observer 的这个 API 进行了虚拟滚动。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这个代码也是组件也是直接从 Threads Web 的抠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设计比较取巧的就是它跟我之前接触过的这些虚拟滚动的组件的实现原理是很不一样的。后续我也会做细致的讲解。还有 scrolling content，就是你点赞的那个点赞的呃点赞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滚动的就是这点赞数会有一个滚动的效果。如果有很多人点赞的话，那我做一个简单的讲，简单的演示。你看这里有个滚动效果，还有这个 toast，这个 toast 也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一个队列，因为呃这里后面就做演示了，就是还有一个是这个 video player，video player 它也是有一个队列，也也是利用到了这个 observe 这个 API，因为当你当你的这个呃，因为在同一屏里面可能会有多个视频，就是你当滚动的时候，如何去判断哪个视频应该播放？它这里其实也是利用到 observer 去动态的去算，在 X 轴和 Y 轴里面去算最适合播放的一个视频。你看现在滚动到这第二幅的时候，它第二个视频就会再播放。还有一些 hooks，这 page 里面就是每一个路由所包含的业务逻辑了。这个 component 下面就是跟业务相关联性比较大的一些基础组件，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这个 post。后续我也会做详细的介绍，本期视频的话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呃目前的话，整个项目我已经做算是上线了，就是把它部署到线上去了。大家可以通过 Fake Threads 这个域名来访问目前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呃，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域名去访问，可以对比一下和原版的实现有什么差异。好，目前第一期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本期的话，主要是呃对 Threads 的 Web 这个项目克隆的克隆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吧，就是大致实现了哪些功能，然后对项目的代码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后续的话我会针对某一些模块以及某一些特定的组件做详细的视频介绍。